车票。哎，高大哥。哎，高大哥，你刚才那个话挺有意思啊。怎么有意思啊？你说，主席啊，您别多想啊，多保重。您又让他别多想，又让他多保重。他一看就是个心思重的人，您越不让他想，他就越想，这越想啊就越没法保重了。所以说，早知今日，他当初就不应该跨出这一步。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啊，还有，那刚才在床头啊，你也是够绝的，让所有的高官把自己的私人存款拿出来，那院长当场就把你给拒绝了。你让他们拿钱出来为政府买单，那不比割他们肉还疼啊！所以说，这栋楼非垮不可，不是被外力推倒的，而是被自己人挖空的。高大哥，你可真敢说呀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嗨，我无非是发个牢骚，只要你不告发我就行了。你会告发我吗？我吃饱了撑的。哎，高大哥，那这病人怎么办啊？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霞飞路有一个4川餐馆不错，走啊，我请客。算了，我还是找个小酒馆喝2杯得了。那今天的事儿就算完了。老弟，拿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儿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你疯了？你真以为上海的日本人死绝了？肆无忌惮、大摇大摆的。我怕什么呀？我头上这么大一顶保护伞罩着我呢。哎，去见王大嘴了，怎么样？死没死？死倒没死，不过也不怎么样了。你还别说，我真是头一回见这样的男人，说着说着就流眼泪。来看看我的新车，怎么样？上车，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有纯正的日本妞。老周送你的新车啊，还外带日本妞。老周对你不错呀。狗屁！他刚给戴老板打电话告我的状，戴老板跟我说了，叫我别闹幺蛾子为难他。但是我不为难他，我心里不舒服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你帮我想个主意。这还不好办吧？开着他送你的新车，带上几个日本妞，以你的名义满上海转悠，日本人马上就知道。老周啊，就怕这一点，到时候都用不着你动手。有点意思啊。上车。老郑，来，你们都坐。苏北和江南的新四军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出击，向日伪军发起反攻。日伪军完全没有了嚣张气焰，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啊！这可是杀招啊！汪精卫现在内外交困，病入膏肓，这对他又是一个坏消息。如果每天都有这样源源不断的坏消息，我估计他的命啊，也快到头了。这是他咎由自取，他对国人欠下的账，该到清算的时候了。今天我碰到司马空了，周淮海和军统的勾结，可以说是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。可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打压，还是一如既往啊。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，欧洲战场英美联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，苏联红军在东线也展开了大反攻，法西斯的末日就快到了。所以，周淮海靠上重庆，这一点也不奇怪。不过司马空啊，还算是有点良心。我让他到外面去四处招摇，目的就是打探一下周淮海的底线，还有日本人的反应。一个司马空就可以让周淮海疲于奔命，只要他分心，
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办成了。新四军活动频繁，上海附近的新四军游击队出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派兵去围剿？兵源不足，士气也不高。清水军，你记着，你可是担负着整个上海的安全，你是吗？我知道了。共产党居然从苏北和江南一带全面反击，转守为攻了。将军，整个沪宁杭地区，我们只有2个师团，其余的部队全部调到华中去了。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，所以我没有同意裁撤保安军的提议。沪宁杭这一带的安全还需要他们去维护。再说东京方面也没有同意汪精卫缓缓贷款的要求啊，这就像是挤牙膏，你挤得紧一点，总会能挤出点钱来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将军，有人看到司马空在大街上搂着2个日本女人招摇过市，宪兵队觉得他太猖狂了，要把他抓起来。你给周院长打过电话了吗？我给周院长打过了，他说司马空不会这么胆大妄为的，一定是那些人看错了。那就按照周院长的意见，我们不理睬他。将军，冈村君，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，清水军在苏州抓获了一个国民党要员吴在先。我们没有关押他，反而跟他谈判，让蒋介石罢战，共同对付共产党。这我能理解，帝国是想从中国的战争泥潭中爬出来，以减轻我们的压力。周淮海跟重庆有来往，早就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如果是在2年前，那只有一个字，对司马空就是杀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要顾全大局，对这件事情就放手吧。哎，当然，对共产党坚决不放松。哎，我明白了，将军，我通知宪兵队，我们置之不理。刘，你瞅你出的那馊主意啊！不是我说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我搂了俩日本人喝酒唱歌，绕南京路好几圈，裤兜里边揣俩手雷，愣什么用上？哎，你这么大摇大摆的，最着急的应该是周淮海啊，他没找你吗？他倒是派人来找我来了，还跟我说什么下不为例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日本人居然能够容忍你这么肆无忌惮，几年前他们还花重金买你人头呢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是眼下的形势不一样了。如果估计的没错的话，日本人肯定和重庆方面也是勾勾搭搭的。不信的话，你换老郑上街试试看，不出1分钟，马上把他抓起来。不是，这就是你说那什么测试底线啊？这还不是底线。司马空，你还要帮我一个忙。汪精卫住的那家医院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嗯。今天晚上12点，你把你裤兜里的那2个手雷扔进去，再放几枪，然后留个字条，就说是你干的。行，没问题。明天等着听新闻吧。
想让他去刺杀方精卫？医院里戒备森严，他是没有机会下手的。我不过是让他去吓唬吓唬。要知道，有些人不是被杀死的，而是被吓死的。他今天晚上去开枪，我明天早上去送坏消息，我就不相信他还能受得了。哼，他的死期也该到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汪主席昨天晚上在医院受到了惊吓，2次昏了过去。如果不是医生及时的抢救，就很危险了。我听说是军统司马空干的，你找他问了没有啊？我问过了，他承认是他的手下，可他说他并不知道汪主席住在这家医院。他不知道也不能袭击日军的医院呐，这不是给我惹事儿吗？他说是那2个日本女人放了他鸽子，他的手下一气之下才干的。他当时喝多了，纯属推脱之词。他是存心找我难堪。进来。队长。啊，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昨天晚上我们说的财政解决的方案，你们到医院直接向汪主席汇报。不过有一点要记住，先乐观的说。不要说悲观和失望的，他是个病人，知道吗？院长，这种事儿还是您去比较好，我们怕是不能胜任呐。哎呀，你也是元老级人物了，你也在汪主席身边工作过嘛，你们去我放心啊，去吧去吧。院长，如果是这样，就不如改天吧，没必要这么着急。不是我急，是汪主席急。他昨晚昏迷过去以后，醒来第一件事就追问这件事。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困难，汪主席的心情，你们难道不能理解吗？好吧，我们这就去医院。去吧。吕秘书，你马上安排一下，我要见司马空。对，现在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今天怎么加了这么多警卫啊？您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装不知道？昨天晚上军统行刺，折腾了一晚上。哦，所以周院长让我们报喜不报忧，他是怕再刺激了主席。这个财政窟窿啊是越来越大，日本人逼债又是寸步不让，共产党新四军在各地开始反攻，除了周院长的税警团，其他的部队啊都在欠饷，开始大量逃亡了。说远的，日本海军几乎是全军覆没，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，日本本土啊每天都被轰炸，咱们这边呢，政府高官都在忙着和重庆拉关系，这就是一个四面楚歌。众叛亲离的现实，哪有什么好消息啊？都是坏消息。啊，医生你好。你好，病人等着要见你们，他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。我们本来不愿意让他见客，可是他心里十分恐惧，非要听你们的汇报，所以请你们进去以后，千万不要刺激他，啊，说话时间短一点。小彪，你进去汇报，我在外边等着。人多了会影响他休息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汇报什么呀？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，他是最高领导，他应该知道实情啊。秘书长，你可真够。行，我去汇报。辛苦了。
司马洪先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们早就见过面了。哦，10年前，你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。我替你做过报告。那时的你真是神采飞扬啊！可如今见你老喽，老了20岁都不止啊！怎么样？当汉奸的滋味不好过吧？汉奸？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。曲线救国，懂吗？曲线救国。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帮助掩护过你们，又给你们提供便利，怎么说也应该给我这个面子吧？要女人，还要日本女人，然后公开招摇过市，这还不算。昨天晚上，你们甚至烧了日本医院，到处瞎折腾。一旦把日本人激怒了，后果严重，我想保也保不了你们的。我怕个屁呀！反正有你挡着呢。如果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了，我第一个就把你供出来。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我怎么好心就没好报呢？少他妈废话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是吗？日本人败局已定，你无非就是想踏上重庆这条顺风船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有些事儿你既然做了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呀，我的苦衷啊，没有人知道。当初我也是受汪精卫的蛊惑，这点你们戴老板最清楚了。啊，前2天我母亲去世，戴老板亲自披麻戴孝，替我为他老人家送终。所以啊，司马洪先生，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过分了，否则在戴老板面前不好交代。放你妈的狗屁！上海抗战快7年了，多少兄弟死在你手里。现在时局不对了，你就想摇身一变，做梦！你们这种人就是不要脸。血压多少？低压90，高压120。饮食怎么样？可以。哎，医生，赶紧进去吧，主席又吐血晕过去了。是吧？赶紧！帅强，怎么回事？帅强，这么快就完了？什么完了呀？我照您的调调给他汇报，说了还不到一半，他就一口鲜血喷出来了。我就问他，主席，您还能坚持听下去吗？他就问我，这坏消息还有多少啊？我说了一小半轻的，一大半重的还没讲呢。他一听我这话，两眼一翻，晕过去了。哎，真够可怜的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一直跟他说，面包会有的，粮食会有的。可是无论我怎么说，他都往坏里想。现在，病人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精神问题。现在上海的医疗条件跟不上，我建议立刻转送日本。不过到日本，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。我去给彩三将军打个电话。我说帅票，咱们别在这儿碍手碍脚了，回去吧。哎，王主席又昏过去了，医院刚刚把他抢救过来，但医生建议把他送到日本去治疗。他不仅仅是身体不好，更重要的是精神压力太大，在上海医院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。他的太太和他都要求到日本去治疗。那既然你同意，我就请军部安排飞机，让他到我们日本最好的医院仙台医院去治疗。好，就这样。将军，您是给派遣军总司令部打电话？刚才
你们都知道王先生的情况了吧？差点又过去。我得到消息以后，马上就赶来了。我也正想建议，把汪主席送到日本去，那里的条件更好一些呀。这就是你的责任了。你明明知道汪先生的身体不好，精神压力过大，昨天晚上又受到了惊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到他那里向他报告工作？你这不是明明把他往死里推吗？将军，这是汪主席自己要求的，我还特意嘱咐了高正道和帅飘，可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。你应该亲自去，把事情推给你的手下，你这是不负责任。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决定，让汪主席到日本去治疗。在他走之后，由陈公博代理国民政府主席。你原来是行政院的副院长，那么现在正式代理院长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汪主席那儿，把这事情告诉他，了解一下刚才是什么情形。真香啊！这茶叶是神仙茶叶啊！哎，还有多余的吗？这些都给您，新茶要等明年了，到时候我多给您弄点儿。哎呦，真是太感谢了，老弟，这就是情谊了啊！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啊？谈不上报答，只要您以后对兄弟多关照关照就行了。好说好说啊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一进来抓人呢？八嘎！我刚从医院回来，他在汪主席面前一片哭淫乱语，所以促成汪主席病情加重。带走！慢着，院长，你应该说句公道话呀。我说什么呀？我让你们报喜不报忧，可是你们呢，报忧不报喜。不是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抓我。是我让他进去的，是我让他进去这么说的。对，秘书长，跟您没关系。是，院长是让我们报喜不报忧，可是我想了半天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喜事，我只能如实禀报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汪主席的心理素质会这么差。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你这是胡说八道。怎么会有喜不能报呢？你存心想气死他？那就请将军告诉我，哪一件是喜事？日军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了吗？日军在中国战场获胜了吗？日军有同意减免债务了吗？哪怕只有一条，汪主席都能高兴地从床上蹦起来。可是真没有。他说的对呀，既然没有喜事儿，我也曾经向院长提议过不要见汪主席了，可是院长坚持让我们去见，见了就是这个后果。院长，您是不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啊？不，那是汪主席自己坚持要听汇报的。他说了，不听他心里不踏实。你怎么这？把他放了，让他出去吧。你请坐。将军，您是个明白人。其实病人呢，你只给他报喜，他反而更不安心。
再说他是政府主席，我们总是不能去欺骗他吧。所以呢，要不就不见，见了就说实话。我们总不能去糊弄他吧？您说是？可他这一见，汪主席病情就恶化了。汪主席是我们的一面旗帜，他不能倒下。他若是倒下了，影响力可是巨大的，谁也承担不起。你们明白吗？明白。阿东先生，将军和院长就在里面，您请。走，咱们走。将军，他早晚都会知道的，晚知道不如早知道。院长，您说呢？我们已经决定将汪主席送往日本治疗。他走了以后，由陈公博和周院长代理一切。周院长以后就是名副其实的行政院长了。将军，军部派来接汪主席的飞机已经到了江湾机场了。我命令医院把汪主席送到机场去，由汪太太陪同飞往日本。现在就等您了。好。你们同我一道去机场，送送你们的领袖。走啊！我告诉你，送佛要送到西天，这有可能就是咱们见领袖的最后一面。淑云，淑云，老郑，汪精卫已经飞去日本住院治疗。现在汪伪政权由陈公博、周怀海带领。周怀海先期裁撤了10个团的伪军部队，省出军费来用于还一部分日本人的债。现在，伪政权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敌人自己削弱了，对抗日来说是件好事。帅票他又立了一功啊！是啊，这小子真不简单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帅票这些年的表现，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他完全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。上级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，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啊！太好了，那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了。是啊，但是这件事咱们先不要急着告诉他啊。上级指定你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，我想再找一个机会，我们俩跟他一块好好谈谈。日伪政权面临垮台，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啊！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呀。放心吧，老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帅票，看什么呢？哈，我在看这张储备券，10万元面额的。哼，您见过这么大面额的钞票吗？汪主席走了以后，老周是大权独揽呐，他可真敢折腾啊！一口气把货币贬值成这样，你没见上海的物价吗？这10万块钱刚好买上厕所的手纸，这可真是水深火热呀！我记得几年前，他曾经问过我，如何对付通货膨胀。我当时告诉他说，你可以发行1万面额的钞票。可是到了今天，他居然发行了10万面额的钞票啊！上海的叫花子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了，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。这老周对付经济危机，好像只有货币贬值这招了。可是他替自己捞钱捞军队，他还真不是省油的灯啊！我听说，他把裁掉的保安团，又都编进他的税警团了。难道他就不怕花钱吗？您曾经还是他的心腹呢，连这点把戏都没看懂吗？日本海军覆灭之后，他的空军也不行了，现在就剩下几百架飞机了。
这个仗是肯定打不下去了。周淮海这点早就看明白了，后路他已经铺设好了。可他毕竟是个生意人，现在把自己的力量巨大一点，将来就有了交易的资本。你说的对，他永远都不是吃亏的主啊。是这样。院长，刚刚接到从日本发来的电报，汪主席病逝了。什么？汪主席死了？他没去多久啊？他是因为脊骨肿瘤破裂，抢救无效，在日本名古屋医院病逝的。临走前，汪主席要求把遗体运回国内来。汪主席病逝了，怎么你们都无动于衷啊？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他死了，一个时代就该结束了。看报看报看，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日本病死。看报看报看，陈公博和周淮海正式分任行政。哎，过来。新世界大酒店，走。汪精卫死了，这在我们的预料当中，但是没想到死得这么快，真是罪有应得。说是脊骨肿瘤破裂，其实就是被吓死的。这个变化，上级有什么指示？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，在中国战场也成了强弩之末。伪政权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。但是，现在又有了新的动向，就是大批的汉奸暗中投向重庆，而且他们之间的勾当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。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指向了共产党。我听说周淮海的税警团居然把部队开到沪宁县一侧，向新四军发起进攻，真是可恨。这是戴笠的命令，所谓确保国道安全，日本人也乐观其成。这是他们在为将来做伏笔啊！所以，我们要摸清敌人的情况，掌握重庆和日伪勾结的证据，这也是未雨绸缪啊！你是想让帅飘做这件事？周淮海不可能把底牌告诉他。但是，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。司马空。啊，吃啊！你们几个别老瞪着我呀！啊，上筷子，上筷子，快快快！司马兄，您这胃口可真好，可是你这动手不动筷子，我们怎么吃？啊？我认识你啊，老周的内弟嘛，对吧？财政部司长。你内政部次长啊，哎，行动委员会委员啊，都是官儿啊，都来陪我吃饭。不光是吃饭，司马兄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幅石涛的山水画。哦，这可是价值连城呐！啊，对了，杨师长的是一对汉语手镯，也是千金难买哈。只要您一点头，这些就都是您的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全你的，全都是我的，哎，全你的。哎，
也是我的，我吃过的。尝一口。司马行，哈哈，哎，舔一口，别客气。司马行。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。汪精卫死了，你们想找条退路。我一点头，你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军统的地下工作者，对不对？对。当了表的还想立牌吧？你们他妈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哎，鹏哥，我还说请你去看西洋景呢，左等右等你不来，你跟这干嘛呢？我问过五毛了，请你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高官，我就是一小秘书，我要进去了，不搅和你们吗？别提这帮王八蛋了，提他们我就生气。走，换个地方聊吧。大汉奸丁默村刚任了浙江省长，就用了戴老板的手下葛谷光任了警察局长。伪政权的军政部长鲍文岳，他的副手也是我们军统的人。哎，还有你们想不到的呢。周淮海请我任镇江行政专员兼财政部警队团长，哈哈，这一幕一幕的呀，看得我眼都晕了。想起我1年前还东躲西藏的呢，现在呢，啊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他们都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了。其实这很正常，他们现在不拉关系，等到日本人倒了，就彻底没戏了。我听说啊，陈公博本来想投靠重庆的，戴笠觉得他没什么用，就没搭理他。他自知前途无望，就天天迷恋声色，醉生梦死。真是一幅上海群魔图啊！这老蒋他难道就不知道，他这是在收容汉奸吗？除了这些，里边还有什么内幕啊？你是核心人物，知道的肯定不少吧？涉及的东西太多，有些话想说也不能说。司马，喝酒。好了，喝酒，干杯！来，干了。刚才在屋里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？司马空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人物，他本来就是戴笠的心血，又是军统帅了他。汪伪政权的那些人啊，都想巴结讨好他，搭上重庆这条船，所以你没必要上杆子，他是不会帮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他帮忙？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，你的每一个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我也非常了解司马空，他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可是他一端酒杯啊，就堵住你的口了，这就是态度。组织上想弄清日蒋汪合流的内幕，尤其是对新四军的作战，我们想要拿到他们勾结的证据，这对我党今后的工作很重要。老郑说，我们还是需要未雨绸缪。司马空虽然一直跟我们走得很近，在上海这么多年，我们同生共死，他对共产党也不反对，可他毕竟是军统的少将，掉脑袋的事情他是不会干的。走吧，带你去见个人。你要带我见谁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高大哥，好，甩票。这位就是高秘书长，也是政务委员，以前是江苏省主席，后来被林士群排挤下来了。高大哥，这位是习淑媛。我跟您说了，您别怕，他是共产党。不过有件事儿，说起来倒是挺惭愧的。当年林士群排挤您的时候，就是我怂恿的。
而且给您安的罪名就是通共。干得好啊！要不是你当初把我赶下台，就没有现在的我了。帅票，我早就看出你跟共产党有瓜葛。不过你把他带来，就不怕我告发你吗？您要是想告发我的话，在汪精卫去日本之前就可以了，也就犯不着在柴山面前为了我挺身而出了。不过有件事儿，说起来倒是挺惭愧的。当年林世群排挤您的时候，就是我怂恿的，而且给您安的罪名就是通共。干得好啊！要不是你当初把我赶下台，就没有现在的我了。没想到高先生这么坦荡，跟周淮海之流真是不一样。以前是一样的，甚至更坏、更小人。想当初，汪先生从河内逃到上海，是我亲自到码头把他接来的。他怕军统再追杀他，我就衣不解带的在他寓所前守护了7天7夜，把他感动了。他让我当了中央委员，还出任过财政部长，后来又当选了省主席。哎呀，现在想起来，是感触良多呀。有句话叫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，不过，您就没有想过要去投靠重庆吗？重庆的大腿粗，很多人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报。我已经报错过一次，不想再错。既然如此，您已经下台了，可是为什么又要回来做这个秘书长呢？他应该知道啊。帅票，你我就不要说破了吧。高大哥，舒远有事找您，想跟您谈谈。这是市政府的花园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？好，去。哎呦，吴委员，你不是被日本人软禁在苏州了吗？哎，怎么，他们把你给放了？日本人不放我，我还等着你来救我吗？那我下半辈子也指望不上呀。哎，五毛，哎，倒茶，接风洗尘，好。这不过看起来他们对你不错啊，身上一点皮外伤都看不出来，养的细皮嫩肉的。细皮嫩肉的是姨太太，少说这种不咸不淡的话。告诉你，我早就从苏州出来了，我还回了一趟重庆。我受到了委员长的重托，眼下是以国民党中执委和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，回上海全面负责敌后工作，知道吗？临行前，你的戴局长同我谈了几件事，其中就有严加对共产党的防范。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怎么目标任务到了你这就走样了呢？什么走样？啊！日本人还在我们的国土上，到底谁是敌人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在重庆，在上海，我都分闻你和共产党之间有故事。有故事的人，党国多半是指望不上的。来人呢？把这枪下了。谁这么敢？司马老弟啊，这些年你在上海辛苦了，得找个地方让你好好歇歇，反省一下。这是你的戴局长的意思，懂吗？快走。高大哥啊，您看这个地方怎么样？
环境真不错。有什么事儿，请说吧。高先生，你身为政务委员、市政府秘书长，又是周淮海的心腹，应该能够知道很多机密。没错。但是自从汪精卫死以后啊，周淮海已经跟我疏远了。这个原因，帅盆应该知道啊。走吧。好。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汪精卫的死，我们提供的噩耗太多了。他不是病死的，而是被吓死的。我听说，被裁掉的10个保安团，全都编进了周淮海的税金桶，开到沪宁县一侧，对新四军进行骚扰。他不是没钱了吗？他哪来的军饷养这些部队啊？其实啊，我也怀疑这个问题。周淮海不可能自己掏腰包，也没听说他有额外的财源。除非啊，他替重庆养兵，因为这些军队都是对付共产党的，日本人也就听之任之了。这种事情啊，光推断是不行的，得要有证据，否则的话，他倒打一耙，你就说不清楚了。据我所知啊，周淮海有一个清道计划，可能跟这个有关。但是这是个绝密文件，谁也没有看到过。我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哎，对了，军统的司马空他能看到，只要找到他，找他是不行了。哟，老郑，高先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被吴在先关了起来。刚才五毛来找过我了。所以我就过来了，高先生，这件事需要你帮忙了。老郑，你和高先生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当然，我们早就认识了。他一下台，就看清了汪伪的本质。他跟其他高官不一样，他选择了延安，想办法找到我们。他出任伪政权的秘书长，也是我们给他的建议。我说呢，您一直让我叫您大哥，原来咱们是一家人。红哥，画画呢，跟这儿。不是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？我本来是想给吴在先他们画一幅群像，可这画来画去，觉得他们的根儿都是一样的。只是面目有所不同而已。哦，画吴在先啊，吴在先哪有他好看？应该再画丑点。哎，拿去，给吴委员长看看，让他好好的欣赏一下。哎，不是，空哥，吴在先跟周淮海去天妇楼吃饭去了，他们又要搞什么鬼啊？吴委员，这是我拟定的清道计划，就是启用税警团，保护沪宁县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，肃清新四军及其共产党的势力。一旦形势有变，可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及其各大城市，确保等待国军的接收。哎呀，周院长太好了，这份清道计划太重要了，我会马上呈报给委员长的。吴委员，这是文件的正本，请吴委员一定要妥善保管。副本嘛，也只有2份，一份在我家中，一份在我的办公室里。此文件如果泄露出去，让共产党知道的话，不光影响到我，也会影响到重庆和蒋委员长的。哎呀，周院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是担心在军统的内部。放心吧，我不用电查，而是派专人前往重庆。我向您担保，只有委员长和戴局长才能够看到这份清道计划。至于上海的军统内部嘛，司马空已被我关了禁闭了。哎呀，此人对我们有偏见，在上海多次跟共产党联手。吴委员此番举动让我大可放心的。
不瞒你说，这个人是戴局长的亲信，行为方式有些嚣张。行了，不谈此人了啊。来，务员，请等一下。这是一份清单，上面有石涛的山水画、张扇子的猛虎下山图，以及汉玉手镯一对，价值连城，是我等给吴委员准备的见面礼，还请您笑纳。哎呦，哎呀，周院长，您可真是太客气了呀，岂敢的，让您破费了，你看这啊，这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您把那些人叫来，我找个时间好好的训他们一番，然后将他们的名单上报给重庆，算他们正式归队了。将来我委员长的麾下也就都成了自己人了嘛。哎呀，如能这样，真是太好了。他们就在楼下，我把他们叫上来，聆听您的教诲。来，请吴委员，请。哎呀，周院长，您的盛情款待和精美的礼品，本人是心领神会啊。哪里，还望吴委员在委员长面前多多的美言呐。我们大家伙全都仰仗你了。我会把你们在敌后是如何同日本周旋的英勇事迹向重庆方面上报。哎呀，这是掌握。吴电，重庆电报。竟敢告我的状！周院长，本人还有公务，就先告辞了。啊，后会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院长，高秘书长来找您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他到您的办公室去找那份清道计划，说是柴山司令要的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就来跟您汇报一下。柴山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啊？走，你跟我到宪兵司令部去的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周太太。哟，高秘书长，你来了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高秘书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请人到杭州灵隐寺帮我测字。带回来一个“懂”字，我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哎，你是个大才子，你能帮我破解它，算算我的凶吉吗？啊，我试试看啊。懂字，懂字拆开就是千里草。哎呦，周太太恐怕要去远行吧？要去有草的地方。哎呀，真是奇了！我正是要去日本，陪王太太接汪先生的灵柩。我大概要去多久回来？回来，回自口中1月。你这次去用不了多久，大概1个月之内就能回来。哎呦，真是太神了！我预定的时间呢，刚好就是1个月。你真是个大神仙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周太太过奖过奖，这只不过是个测字游戏罢了。我是有点急事儿来的。院长有个文件，清道计划是放在家里保存的吧？啊，他让我来取，说是有急用。他办公室不是有吗？怎么到家里来取啊？哎，你说有急用，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是这样，院长和吴在先呢在天福楼吃饭，要把文件呢交给吴，可是这个计划里的数字有些错误，需要修改一下，但呢他又不好离开饭桌，这事儿呢又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所以他让我来。至于您说办公室里那份呢，是在他的保险柜里头，保险柜还有别的文件，他怎么能随便让我接触呢？可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回来呢？哈，天福楼哪有电话呀？就凭我和院长的关系，他不叫我来，还能叫别人来吗？啊，这倒也是。那你先坐一会儿，我上楼去给你拿。哎，好，那谢谢周太太了。
将军，周院长急匆匆的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不是将军叫我来的吗？我是要找你。你说汪主席的灵柩回来，你把他安排在上海还是南京？这件事情啊，我们遵从汪主席的遗愿，安放在了南京中山陵旁的梅花山。啊，将军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吗？还有别的吗？我是说，您有没有打电话要文件什么的？我没有要你要文件，也没给你打过电话呀。将军，您不是给高秘书长打过电话，要过清剿计划吗？我有事情，从来就直接找周院长，我干嘛给高秘书打电话？高正道是什么意思？这小子图谋不轨。李秘书，你赶紧回办公室看他在不在，我马上赶回家去。是，将军，对不起，告辞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高秘书长，来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份文件啊？对，就是他。我马上给院长送去。哦，我先接个电话。你好，这里是周公馆，我是杨秋慧。哦，吕秘书啊，你找高秘书长啊？啊，他在我这儿呢。文件。哦，那份文件我已经给他了。你说什么？高？哎呀，吕秘书，他人不见了，他把文件也拿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老周，老周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吕秘书打电话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高正道他人呢？走了。文件给他了吗？哎呀，他说是你派他来拿的，我当然给他了。我就接个电话的功夫，他人就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不会走远了。来，马上派人去追，必要的时候全城戒严，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给我挖出来。是。你把这件事情马上报告给吴委员，让他也想想办法。这件事情事关重要。是。你可真糊涂你！他是你的人，我被他给骗了。我真是瞎了眼了。他这背后到底谁在指使他？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们？夫人，如果这背后是共产党的话，那可就糟透了。我跟重庆方面都会有大麻烦了。司马老弟，司马老弟，你敢背着我给重庆发电报？什么叫背着你啊？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系统。怎么，有回复了？重庆回复上海的行动由我来领导，在背后捣鬼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好像没说军统的行动也由你来负责吧？你连这个都看不懂？上海的一切我说了算，你要是不服，就不可能从这出去。吴委员，吴委员，什么事？周华海刚派人来报，清道计划被高正道骗走，很急。什么清道计划？我可以告诉你，
是周淮海提出了要和重庆方面联合反共的计划。要是被泄密，麻烦就大了。你去告诉周淮海，我会让军统配合他，把高正道还有那份青岛计划找回来。是，班长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无权指挥军统的行动，我也不可能让我军统的人陪你去给周淮海当狗。你最好说话放尊重点。我对你不尊重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老子在上海卖命，你们在后方升官发财。你们这些人都是用老子的血养活的，你也不好好掂量掂量，有没有良心？你最好少跟我说良心的事儿。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什么意思，坤哥？他要干什么呀？去盯紧他们，一定要保证书院的安全。放心吧。这是周淮海投靠重庆的计划。如果日本人战败，他就把所有的税警团和伪军改编为忠义救国军，归代理统一指挥，等待国军到来，同时阻拦共产党新四军接近沪宁县。作战计划都拟好了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。裁撤调的保安团、军饷都是由重庆提供。为什么？这就是防共。他们早就在穿一条裤子了。这是铁的证据。高大哥，你能拿到这个文件，太了不起了。嗨，我是从杨秋慧这儿弄到的。再说我跟他们家来往很密切，他们也不防着我。刚才可真悬呐！我刚一出门，周淮海回来了，我开着车赶紧就跑。他肯定已经发现什么了。高大哥，上海不能待了，你必须赶紧撤离。外面风声很紧，街上到处都是便衣，分不清是军统还是周淮海的人，都是要抓你的。高先生，你为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，我也接到新四军的电报，欢迎你到根据地去，我们会派人送你过去。这份文件，请你亲自转交给新四军，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得走。哎，雪飘，我走了你怎么办啊？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？我的战场在上海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应对。不好！不好，老郑，外面发现很多形迹可疑的人。哦，他们来得好快呀！弟兄们都听好了，高正道就在里边，一定要抓住他。待会听我的命令进去，遇到反抗的击毙，懂了吗？是。去。快！你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不行，老郑，你是共产党领导，你们撤，我留下来。你们赶快撤！吴在先带人马上就冲进来了，你们从这个门走，除了我们没人知道这个门。老怎么回事？别问那么多了。弄堂口有辆车，顶上有周海发的通行证，能保你们出城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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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兄弟们，谁他娘的给的情报？你们搞错了，这根本就没有人。给我搜！是啊，这里有门，别让他们跑了！追！老郑，小心！
好，兄弟，安心上路。你的仇，我来报。快老赵！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啊？别！五毛是你杀的吧？五毛他放走了共产党，清道计划落到共产党手里，会是什么结果？你想过吧？五毛跟我这么多年，除日寇杀汉奸，日伪想要他的命都要不了，居然被你杀了。我奉的是重庆的命令啊！你以为把你关在这是我决定的事吗？告诉你，是你们代局长的指令啊！五毛是你派去的呀！你还敢拿枪来威胁我？吓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重庆来电让你马上回去上海的一切全部交由我来负责。你这一去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呢？别！我发过誓，谁杀了五毛，我会让他血债血偿的。啊！什么老弟兄，全当我属下。你不要威胁我，你这一去也是回不来的。走着瞧。妈的，混账东西！高正道投向了光明，就等于是在敌人内部扔下了一颗炸弹。这份计划到了共产党的手里，就抓住了重庆方面的把柄。他们和汉奸的勾结，就不得不收敛了。高大哥，真是功不可没呀！我现在担心你，他走了，你怎么办呀？老板，给我挑2斤鱼，越小越好。好嘞。人家买鱼都买大的，你怎么买最小的？这是道具。高大哥没有让我去州府，是故意把我摘开的。现在他安全了，我也就可以回市政府了。但是，我不能空着手回去。这些，是送给周淮海的。你一定要小心。那我就不陪你去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兆丰公园老地方见。放心吧，舒远，我会小心的。李秘书，哎呀，你到哪儿去了？院长正在到处找你呢。哎呀，别提了，秘书长非得请我钓鱼，我等了他半天，他也不来。哎，你别说，我今天收获还不小，一会儿啊，鲫鱼炖豆腐。哎呦，你还鲫鱼炖豆腐呢？我跟你说，高正道他背叛了院长，已经逃跑了。院长为这事正在生气呢。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啊，好。将军，东京来电，美军已于今日早上登陆菲律宾，并炸毁我们1000余架战机，我军的空中力量损失殆尽。同时，美军向硫磺岛、冲绳岛发起了进攻，大本营已经做好了战火会烧到日本本土的最坏打算。同时，中国战场，不要再说了，将军。
中国战场上，我最清楚了，每天收到的都是坏消息。你说，以我们的国力和财力，还能支撑这场战争有多久？不会超过1年。不过，大本营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战斗到底，绝不会向同国屈服的。当初发动这场战争，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今天。日本国民要受苦了。将军，您这是多虑了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周淮海的秘书长高正道已经叛逃了，现在他正动用所有的特工力量追捕他，同时军统也全力配合，他们这是公开的办勾结在一起。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？他们是在防共，目标跟我们是一致的。听之任之吧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军统抓不到人，你们也两手空空吗？我们搜了全城，还是没找到他。我们还在找。还在找？黄花菜都凉了。进来。院长。哼，水呀！您找我？你还敢回来？高正道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投共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刚才跟吕秘书已经说过了，他跟我相约钓鱼，我等了他半天，他都没来啊。钓鱼？钓什么鱼啊？在哪儿钓鱼？兆丰公园的湖边啊。您看，这是你钓的鲫鱼啊？你撒谎都不会。兆丰公园里只有鲤鱼和金鱼。我看你们俩分明是一伙的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枪毙。是。你笑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院长，您去过兆丰公园钓鱼吗？您都没去过，你怎么知道那湖里就没有鲫鱼呢？吕秘书跟秘书长也去钓过鱼，你在那湖里钓是什么鱼？我跟高秘书长钓的好像也是鲫鱼，是他找我去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别着急撇清关系啊！我就问你，湖里到底有没有鲫鱼？他已经说有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把你支去钓鱼后，就跑到我家了？他去您家了？我这还真是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一个人钓了一下午的鱼，回来以后啊，因为这2条鱼被你杀了。这都说鱼死的冤，我看这钓鱼的人啊，死得更冤。先把他放开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有件事情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。那次你们到医院去向汪主席汇报，致使汪主席病情加重，这是不是他指使的？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？他是您的嫡系呀，我是您收编来的，我连保命都来不及，我敢胡言乱语吗，院长？既然如此，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了。浙江的丁主席需要一个懂财税的人，你先到那边工作半年，替我把浙江的税赋收上来。收不回来，你不要回上海。明白，我尽力而为。舒远，我一直很担心你，接到你的电话才放心。怎么，周淮海要派你去浙江？去替他收钱。说白了，就是想把我支开。我没说什么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老郑和高正道已经到了根据地，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。那份情报真的非常重要，已经转去延安。我们在重庆会想办法跟蒋介石进行交涉，看他怎么自圆其说。他们的河流啊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。
日本人自顾不暇，他们就蠢蠢欲动。哦，对了，司马空他已经到了重庆了，他先是和吴在先打起了官司，为此戴笠还狠狠地骂了他一通。可是他在上海立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，军统也不好处分他，所以就把他挂起来，让他做个闲人。我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啊！我这次去浙江啊，也是被挂起来，也是个闲人。不过我相信我们闲不了多久，日本人气数尽了，很快就要完蛋了。好，我在上海等你。等朕回来。没想到这一去就是8个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8个月了。周淮海给我的命令是不拿到钱不能回来，我就给他磨洋工啊。这几天风声不对，浙江省的主席丁默村都溜回上海了，所以我也就打道回府。哎，我弄了几箱黄金，已经通过水路给西四军运过去了。我们都知道了，老郑还在等我们，回去再说。好。八路军、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，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，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，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，夺取其武器和资产，猛烈地扩大解放区，缩小沦陷区。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，成百队、成千队地升入敌后至敌后，组织人民破解敌人。疏远，水票，快来听听，快！必须放手发动这是毛主席在延安发布的对日寇最后一战。武装起义，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，消灭敌人。凡此一切，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。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，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。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，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，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。怎么样？听了，日本人快要完蛋了，看来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出手了。你从重庆回来了？好久不见。我奉命回来协助接收上海，你怎么也赶这个时候回来了？见到周淮海了吗？我刚下船，还没见到他。为什么这样问我？8年抗战，大家都付出了很多，快要熬到胜利的那份喜悦，这我能够理解。但是，有些坏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好人，老子心里不舒坦。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这不是在你们的包庇下才有可能发生的吗？老子不包庇汉奸，但有人这么干。他把老子架空了，好多事瞒着我，而且接收了我的手下。怎么？对你们那条战线不满意？那你有没有想过加入共产党啊？真真正正的为老百姓做点事情。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哎，我需要一样东西，只有你能拿得到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放心吧，我等会儿就去市政府。坏人一定会得到惩罚的。五毛就是死在这儿的。我发过誓，杀他的人，我要血债血偿。他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天就快要亮了，就怕天亮之后还是乌云蔽日。他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。